這個女孩有着閉月羞花的盛世美顏，追她的人可以繞地球一圈，可她卻偏偏只對馬兒感興趣。同學們都嫉妒女孩的美貌，在背後說她壞話，吐槽她身上有馬尿味。女孩很傷心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她找不到人傾訴，只能來找馬兒。馬兒哪能聽懂女孩的話？不過他卻能感受到女孩的悲傷。一向脾氣暴躁、從不讓人靠近的馬，此刻居然乖乖地站在女孩面前。第二天，女孩出門上學，看到馬兒又在欺負小胖，嘴角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。傍晚，女孩再次來到馬場，直接鑽過圍欄向馬兒走去。看女孩過來，馬兒不安地刨起了土，仿佛隨時會發動攻擊。女孩雖然害怕，但卻沒有停下。她一步步靠近，馬兒也緩緩向前。接下來，女孩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，她單膝跪地，緩緩伸手。馬兒心有所感，配合地垂下頭，任由女孩輕輕撫摸着自己。两顆同樣受傷的心就這樣碰撞在了一起。從此以後，女孩和馬兒形影不離，這讓身為馴馬師的叔叔很是尷尬。誰也想不到，從來沒人能馴服的野馬，竟然被一個小姑娘搞定了。在馬兒的陪伴下，女孩不再沉浸於失去父母的傷痛，面對同學的嘲諷，她也能主動做出反擊。然而這天，馬場老板給叔叔下了死命令，要是1個月後馬兒還訓練不好，那就直接把它賣掉。女孩雖然不想強迫馬兒，可她更不願看到馬兒離開自己。於是趁叔叔不在，女孩想偷偷訓練他，可是女孩剛拿出繩子，馬兒就暴躁起來。看馬兒這樣，女孩並沒有生氣，反而不停地安慰他。為了讓馬兒放下戒備，女孩把韁繩套到自己腦袋上，馬兒這才安靜下來。女孩拿掉韁繩，又輕輕摸了摸馬兒，看他沒有抗拒，便把繩子套了上去。更神奇的是，馬兒居然還乖乖的讓女孩牽着走。萬事開頭難，在叔叔的幫助下，女孩給馬兒戴上橛子，然後又給他釘上馬掌，最後又裝上了馬鞍。女孩很高興，一套流程下来，馬兒或許就不會被賣掉了。可事情哪有這麼簡單？當叔叔想爬到馬兒背上時，卻發生了意外。馬兒野性十足，不肯讓人騎在自己身上，把叔叔一路拖出老遠。小美很難受，一匹馬就算再好，要是不讓人騎，就只能被賣掉。她看着父母的照片，挫敗和思念湧上心頭，哭得很是傷心。馬兒看到女孩這樣難過，想要做點什麼，於是他跪倒在地上，示意女孩騎到自己背上。女孩呆住了，她根本不會騎馬，摸索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跨上馬背。不過女孩雖然害怕，可她相信馬兒一定不會讓自己受傷。果然，當馬兒邁出步子，女孩的恐懼很快便被驚喜取代。馬兒跑起來又穩又快，像清風穿過樹林，像飛鳥掠過天空。風拂過女孩的髮梢，帶走了她心底慘痛的回憶。然而由於缺少經驗，女孩還是從馬背上摔了下來。可她臉上的笑容卻是前所未有的燦爛。此後，女孩開始學習騎術，她從來沒有這麼專注，就算摔得遍體鱗傷，也從沒想過要放棄。很快，女孩成了一名優秀的騎手，馬兒成了她唯一的搭檔。女孩叫馬兒小黑，他們每天都會到海邊奔跑，那種急速飛馳的感覺，像是把全世界都甩到了身後。然而，歡樂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。隨着年齡增長，女孩必須去大學生活。為了頂替她的工作，老板新招來一位馬夫，可這人總是低着頭玩手機。叔叔看他這樣，只當是年輕人的小毛病，沒有在意。然而，意外就這樣發生了。